蓝忘机究竟是怎么看他的？他们会在一起生活多久？这些问题他很早就想问，但在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，尤其是两人都决定归隐过安稳日子的时候，魏无羡就有点问不出口了。说了矫情，不说憋屈。如果蓝忘机愿意和他一直这么搭伙过日子，魏无羡会很安于现状，他会让自己对蓝忘机那见不得人的可耻欲念彻底绞杀。毕竟人生就是这么回事，不能奢求什么都有，太贪心了，活得也不痛快。可一想到蓝忘机会离开他，会从他的生活里消失，魏无羡就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。他知道这辈子都不可能像喜欢蓝忘机这样去喜欢别人了，没有人能给他这样激烈的、疯狂的、与众不同的感情。这世界上只有一个蓝忘机，他对他的感情也独一无二，无可替代。魏无羡越想越觉得蓝忘机这次是真的恼火了，不然不会丢下他不管。那他现在去哪儿了呢？蓝湛是不是走了？难道是回蓝家了？这时屋门轻轻响了一声，有人正在推门进来。魏无羡浑身一震，下意识地以最快的速度钻回了被窝。村子里一到中午就热闹起来，各家各户都飘出饭菜的香味，妇人站在门前扯着嗓子喊自己家的孩子吃饭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蓝忘机刚走到院门口，恰巧赶上邻居刘梅出来喂鸡，见到他先是上下扫了一眼，又随口扯了几句闲话。蓝忘机一声不吭地听着，最后刘梅实在忍不住了，问道：小兄弟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昨晚没睡好？蓝忘机老实的点点头。我有，眼里都有血丝了。刘梅眯着眼睛，一脸担忧，见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又问：怎么不见你家小薇呢？上山去了？蓝忘机袖子里正装着醒酒的草药。他在休息。刘梅敏锐的察觉哪里不对，追问道：这都上午了，怎么还睡着呢？蓝忘机思索了下该怎么回答，片刻后沉声道：他身体不舒服。刘梅疑惑的啊了一声，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他们睡的那屋，欲言又止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蓝忘机脸上仍是淡淡的。刘梅没来由的有点心虚。哦，你回去吧。盯着蓝忘机进了院门，刘梅放下簸箕，钻屋里卸了围裙，便又急匆匆的出了门。一大早他侄女就哭着找到他，将小兰兄弟在他那儿买酒的事儿说了出来。刘梅心里一惊，这酒的药效村里人都门儿清，那地方有毛病的都能给治好，更何况蓝忘机这样血气方刚、年轻力壮的，早上还能下床，都算他厉害。就说昨晚上他们院子里又是哭又是叫的，他还以为出什么事了。现在看来是真出事了。瀑布冲刷崖壁，水流湍急向前，哗哗冲向远处翠色重叠的千山，布满细白卵石的河堤上，温宁带着一群小孩不急不慢地走着，时而停下来挑挑拣拣，时而笑作一团。河堤不远处，垂满气藤的粗树上悬着一缕鲜红的穗子，风吹，穗子轻轻晃动。金角大王，这个行吗？一个小孩献宝似的把手中漂亮的石头递向树上，一只指骨明晰的手向下一捞，将石头拿了去。穗子主人一身黑衣，眉眼都很深邃，嘴唇微微抿着，看起来俊美非常。他将石头举到眼前，那是一块普普通通的山岩，经流水打磨，表面已经变得跟鸡蛋一样光滑，只是除纹路稍显特别外，并没有凌厉流动。魏无羡惋惜的递还给他，很漂亮，可惜不是。小孩失望的哦了一声，不过那消极的情绪很快便消散了。他将石头随手一丢，吆喝道：我再去找。自从温宁胸口被赤峰尊打穿后，魏无羡就在考虑拿什么东西给他堵上，最后他选择了灵石。一来这东西不容易损坏，就算弄丢了一两块还可以用其他的来替代；二来这东西内含灵气，能保养肉身。闲暇时他和温宁两人就会在这山上四处寻找有灵气的石头。温宁也来到树下，他看着魏无羡隐隐沮丧的神情，欲言又止。天刚擦亮，他就看见蓝忘机面色阴沉地冲出了门，之后也一直没有回来。而魏无羡又一觉睡到了晌午，醒来后又是叹气又是没精打采，便知这两人肯定出了问题。虽然观音庙后任谁都能看出来这两人早已情投意合，谁都不愿离开谁了，可谁也没想到这俩人竟然到现在都没挑白心意，一个打死不说，一个打死不问，看得他心里直着急。为了创造时机，他干脆收拾东西独自搬去别馆住，留他们过二人世界。等魏无羡上山来找他的时候，
温宁心里满是期待，这两人都在一起住这么久了，这一下应该在一起了吧？显然他高估了这两个人的倔强程度。这俩人就算距离近到只隔了一层纸，也能佯装无事，坐怀不乱。小女孩问他：哥哥，为什么大壮哥哥不来和我们一起玩？有我跟宁哥哥还不够啊？魏无羡枕着胳膊，脸上笑着，眼里却闪过一丝落寞。当然是因为我惹他生气了，他现在不想见我呗。小女孩眨巴着眼睛。你没给大壮哥哥雕木头人吗？山中村有个传统，若是男子到了该婚娶的年纪，就择一块树上的木头，待以后遇到了心上人，就将木雕刻成两人小像送给对方，取愿结连理之意。魏无羡知道后，特意选了一块上好的黄梨花，劈成2块，照着两人的模样开始一刀一刀雕琢。初次恋爱的人心里藏不住心思，他大胆地将这2块未成型的木雕放在了两人的卧房。只是蓝忘机似乎对木雕不太感兴趣，总是视而不见，或者说他早就知道，佯装看不到而已。魏无羡苦笑了一下，我想送，但他可能不想要吧。小女孩以为他被拒绝了，从兜里掏出一颗核桃安慰他。魏无羡笑着接受了。其实要承认喜欢一个人的确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魏无羡自认性格坦荡，不爱绕弯，有话就直说。但云平城客栈那晚，蓝忘机难以置信的冰冷的眼神让他怕了。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个，但蓝忘机的态度让他尤其受伤。他感觉自己现在就跟那些情窦初开的毛头小子一样，对待感情变得患得患失起来，因情而喜，又为情所愁，心底里无法自抑的想要靠近对方，会为他冲动，为他着迷，会为他不顾一切，又会为他畏手畏脚，若即若离。想来世间万物，唯情字最难解，更何况他们连男女之情都不是。他自欺欺人的和蓝忘机保持在这种不明不白的状态里，假装安然无事。但昨晚的事让魏无羡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他喜欢蓝忘机的这个秘密早晚会被发现。也许是无意的发现，也许是被自己坏了事，比如昨晚那种情况就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。若仔细想来，其实是他一直都怀着不该有的期待。无论是邀请蓝忘机和他一起归隐，又或者死乞白赖的和他睡在一起，他明明知道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如履薄冰的地步，只要他再进一步，他和蓝忘机长时间以来所努力维持的这种和平美好就会被全部打破，却还是克制不住自己。蓝忘机对他太温柔了，温柔到他可以假装蓝忘机也是喜欢他的。他给自己营造了这样宛若恋人一般的假象，给心里埋下了无数可能的种子。白天时人们尚能收敛自己的感情，可一到夜晚就不行了。在酒精的作用下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饮鸩止渴，感情的嫩蕊破土而出，一瞬变成参天大树。这样大胆而汹涌的感情果然将蓝忘机吓跑了。于是梦醒后，他只剩一地枯枝败叶。而无论他如何小心翼翼，都找不到解决这种僵局的办法。毕竟谁都不会允许一个居心不良的人每天睡在自己身边。他的心意挑明了，等待他的便是分开。一想到分开，那种心里地动山摇的感觉就更不好受。魏无羡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干脆闭上眼假寐。现在的他无论是心还是身体都急需冷静和休息。落日西斜时的微风舒缓又撩人，魏无羡耳鬓的碎发被风吹得微微打着卷，来回轻拍着他的耳垂。他的耳朵朝外透着一圈粉，侧过脸时，从鼻梁到下颌都被夕阳余晖镀上一层柔光。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个看起来温和清秀的人，会是传闻中半人半鬼杀人成性的夷陵老祖。安宁祥和的乡村生活磨去了曾经邪狂的假象，让他看起来平易近人许多。温宁曾感叹，虽然现在和以前在乱葬岗时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，但魏无羡身上却多了些之前没有的烟火气，或者说一种安宁的轻松愉悦的状态。魏无羡也不得不承认，归隐的效果的确很显著。他的记忆有所回笼，开始回想起前世的很多事，尤其是生死那段时间，虽然过去了很久，但那种被世人抛弃、无助和痛苦的感觉还是让他难受到发出梦呓，在睡眠中也微弱的挣扎。往往到了最后，他会用手环抱住自己，只有借助这细微的力量，心才能渐渐平息下来。他不想让蓝忘机担心，所以从未告诉他这些，所以也从未察觉，在无数个夜晚里，蓝忘机会替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，将他抱入怀中，用别人未曾听过的温柔声线一遍遍地说：
魏婴，别怕。他在梦里看见了很多东西，尤其是不夜天那晚，一幕幕都在眼前重现，直到阴虎符合并，画面戛然而止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